第1064章感知中域。见到萧炎那阴沉的脸色，柳青也是能够猜到，这个所谓的小医仙恐怕与之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萧炎，你打算怎么办？冰河谷的实力不逊色于焚炎谷，谷中高手如云，极难对付。林燕也是感受到萧炎心头的杀意，脸庞变得凝重许多，道：我要去一趟丹域，星兰与小医仙以前一直在以前，或许他会知道一些消息，至于你们便还是留在天皇城。萧炎略微沉吟道：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对丹域也还是有些熟悉的。林燕连忙道。萧炎摇了摇头，拒绝了林燕的好意。他没想到恶难毒体在这中州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如果他要帮小医仙的话，难免会遭来不少敌视。林燕跟在自己身旁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便待在柳晴这里，这事你帮不了太大的忙。拍了拍林燕的肩膀，萧炎道。望着萧炎那认真的脸色，林燕虽然颇为的不甘，但迟疑了一番后也只能点了点头。他同样知道，以自己这斗皇级别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给予萧炎太大的帮助，甚至说不定还会成为前者的累赘，所以他也并未再坚持。既然你有了打算，那我也就不劝你，我会派人留意中域，若是有了小医仙的消息，便想办法送到你手中。柳晴见到萧炎已经打定了主意，也不好多说什么，从那戒中取出一张地图递给萧炎，这是中域的地图，而叶家便在其中的叶城，你若是要寻找那叶星兰的话，便可以去这里。对于此，萧炎倒是未曾拒绝，点头将地图接过，有了这东西，也可以避免他在中域迷失方位。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见到萧炎收下地图，柳晴又是问道。现在。萧炎沉声道，如今小医仙生死不知，他也实在没有心情在这里过多停留，他必须尽快的找到星兰，从他那里得到与小医仙有关的消息。闻言，柳晴张了张嘴，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道：行吧，我马上让人为你安排空间虫洞。说完，他一招手将一名护卫叫来，低声吩咐了几句，然后那护卫则是迅速告退。记住，在中域尽量小心一点，那里龙蛇混杂，其中不乏极为难缠的强者，若真是遇见麻烦，便来天皇城，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但也会尽力保你。见到飞奔而退的护卫，柳晴也是转过头，对着萧炎郑重的道。听的这话，萧炎那阴沉的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微微点了点头。虽然他也知道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出现，即便真的有了，连他自己都是解决不了的麻烦，即便来这天皇城，也只会把横祸引向柳家，而不会有其他的半点作用。天皇城中央地带的巨大广场，空间虫洞缓缓旋转，一股股惊人的空间波动不断的从中散发而出。在空间虫洞面前，萧炎从柳晴手中接过一个巴掌大小的银色小船，然后对着后者等人一抱拳，笑道：等我将事情解决后，有时间定然再回天皇城。这里到中域还有这5天左右的路程。柳晴笑了笑，然后手掌拍了拍萧炎的肩膀，笑道：保重，另外可不要丢了迦南学院的脸，要知道你可是内院这么多年来最为出色的学员。放心，不管怎样也不会落了名头。萧炎一笑，对着柳晴、林燕等人郑重一抱拳，保重。话音一落，萧炎也不再迟疑，转身便是行进空间虫洞之内，那背影倒是显得格外的洒脱。望着萧炎那逐渐消失在空间虫洞之中的背影，林燕与柳晴皆是轻叹了一口气，对视了一眼，苦笑一声。他们知道萧炎此行恐怕将会在中域掀起不小的风云，这个家伙不管我们怎样追赶，他都一直在我们的前面，遇见这种妖怪，对信心的打击还真是不小啊。散发着璀璨银芒的空间通道之中，萧炎盘坐在空间船头，脸色显得异常凝重。他也是有着一些预感，此次前往中域恐怕必然不会轻松。恶难毒体在中州所引来的骚动有些出乎萧炎的意料，而且其中也不乏一些浑水摸鱼之辈，比如那所谓的冰河谷。萧炎知道一些特殊的体质总是会引来一些家伙的窥视，这就比如当年加玛帝国的青灵一般，这个小女孩拥有着连药老都是
为之震惊的所谓碧蛇三花瞳，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方才招引来那墨家的爪牙。青灵。想到此处，萧炎脑海之中也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那总是怯怯的跟在自己身旁叫着少爷的小女孩，不知道如今的她怎么样了。不过按照药老所说，她在天蛇府待着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会要好，想必经过这些年，当年那怯怯的小女孩也定然是出落的水灵动人了吧。不过现在还是要将小医仙给寻找到啊。缓缓地收回飘远的心绪，萧炎深吐了一口气，他即将面对的可是一片相当残酷的局面，不提那些想要抓住小医仙，在恶难毒体提前爆发前将之毁灭的势力，光是那别有用心的冰河谷便足以令得萧炎打起12分的精神。能够与焚炎谷、阴谷并列为3谷，这冰河谷的实力必然也比风雷阁更强，所以若是萧炎不准备充分的话，恐怕这一次他将会彻底的栽在中域之内。等到了中域，便尽快想办法凑集药材，帮天火尊者将躯体炼制而出，到时候有了一名斗尊强者相助，即便是面对冰河谷这等势力，也是多了一些把握。而且那些兽火的收集也得提升速度了，不然现在的化生火仅仅只能供我施展一次毁灭火莲。萧炎眼神急速闪烁，此次他面对的局面恐怕是这些年中最为严酷的一次，因此他必须全力以赴。天火3玄变的后面2变也需要在这几次的赶路中开始修炼了，虽然时间紧迫，但好在此次是接受了传承，不然即便是我也是很难在这般短暂的时间中将之初步掌握。深吸了一口气，萧炎面色也是逐渐的变得冷肃，然后缓缓闭上双眼，脑海之中一篇玄异的修炼之法再度涌现而出。突如其来的这般变故令得萧炎确切地感受到实力的重要，冰河谷在他的面前就犹如一个难以超越的庞然大物般，以其现在的力量想将之撼动可是相当不易，所以萧炎必须尽一切的可能令得自己的底牌乃至实力越来越强。空间通道之中，时间如指尖沙般迅速流逝，而在这赶路的几日时间中，萧炎的心神也是完全的沉浸在那天火3玄变的修炼法之中。这套秘法本来修炼起来颇为困难，不过好在萧炎也是修炼了这么多年，对其早已经是了如指掌，再加上接受了传承，在那焚炎谷众多先辈的经验下，也是令得他将一些修炼途中的弯路子尽数给跳了过去。而在这种种优异的条件下，萧炎修炼天火3玄变的进展也是异常神速。5日时间在这修炼之中几乎是眨眼便过，当一次萧炎从修炼中睁开眼来时，刚好便是见到那遥远之处的银色光圈，那里有着浓郁的空间波动满溢而出。要到了吗？望着那银色光圈，萧炎拳头也是猛然紧握，漆黑双眸缓缓涌上一抹森冷，深深的将压抑在心头的一口气吐出。萧炎豁然站起身来，身体之上流转的碧绿色银光缓缓的收敛入体，空间船犹如一抹银色光芒般闪电般的划过通道，几个眨眼间便是接近了光圈所在的位置。而在那等剧烈的空间波动下，其船身也是迅速的颠簸了起来。这种颠簸萧炎并未在意，面色平淡，操控着空间船咻的一声闪掠而出，几个眨眼间，那银色光圈便是近在咫尺。漆黑眼瞳之中，银色光圈越来越璀璨，萧炎拳头也是骤然紧握，眸中寒芒闪掠，空间船化为一道银芒，嗤的一声便是冲进银色光圈，然后消失不见。终于，我萧炎来了。